想说这个是新家因为我们已经搬进来3年了。我知道这支影片来的有点晚，但可能是我自己买东西的习惯，我就是需要很多时间慢慢选、慢慢逛。而且这个是我在新加坡第一次买房子，就真的是从零开始，慢慢收集到这些每一样有写我名字的小东西。以下排名不分先后，但都是我已经用了3年，而且打算继续用下去的东西。其实那时候在考虑要买火炉还是电磁炉的时候，跟老师真的犹豫超久，因为我跟老师算是还蛮喜欢煮饭料理的人，而且就喜欢研究一些技巧啊、火候，就是希望可以把食物煮到最好吃的状态。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电磁炉会不会不太符合我们家喜欢中式热炒的习惯？而且我们后来用了，不管是炒菜还是煎牛排，还真的没有火炉这么好吃，那个味道真的就是有差。但是如果清洁方面的话，它实在太简单太方便，它就是抹布一抹就完事了。而且也是像老师那种，他就是每一次煮饭，他都要把整个灶台擦干净的人。那如果这个是很难清洁的话，他就会常常会有借口，就是懒得不想煮饭嘛。所以我们两个还是不后悔买了电磁炉。配的晒衣架其实跟这个长得很像，但它是手动的，就是只要从旁边这样把它拿下来、降下来。那老师比较疼我嘛，因为他知道我平常就是比较笨手笨脚，就很怕我砸到自己啊，或是敲到自己，所以他就决定换成这种自动的。而且你们看它还自带灯光，所以我连阳台灯都省了。我在工地真的好吵哦。再等一下，明年就完工了。但是我有一个很后悔的地方，就是这个晒衣架呢，它是有2个选择，就是它有那种自带风扇跟紫外线消毒的，但我买的是普通版啦。我后悔没有买那个版本，因为我们家阳台的方向就是有一点没有风，也晒不到太阳，所以有时候衣服晒2天都不会干。不然以新加坡的天气，其实半天就干了。阳台上这个木架长宽高度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哦。那当初这个角落我就是需要一个架子，可以让我放洗衣篮啊，还有一些洗衣用具。那时候我就找了超多种。那有一些就是太长它就会可能挡到，因为我知道我这边那时候就会预留一个Dyson吸尘器的空间。那不然就是太高。那如果它这么高的话，我那个晒衣架整个降下来，它那个高度就会不够，衣服就会搭在这里。那不然如果太宽，它又吃掉我太多阳台的面积。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架子是放在阳台，那有时候开窗日晒雨淋，它就是很容易脏，很容易坏。我希望它是一个很容易可以经常更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淘宝上面搜这种工业风啊、无印风的架子，然后就看到这个。那时候我是这些都是原本就有的东西，我就把它量好尺寸，然后就定了一个刚刚好。你看这个放了起来，刚刚好的一个架子。那它还有很多层的，但我这个就是最基本的2层的。我觉得这个穿洗衣椅应该要跟我房间那个晒浴巾的架子一起讲才对，因为他们2个是同一个牌子的。那他们2个也是家里面少数几样家具是老师坚持要买的，因为老师对于我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家具类呢，尤其是木头制品。我们真的花过太多冤枉钱，因为木头的有时候那个做工啊，或是它的材质，甚至于有时候有那个化学气味，几乎都是便宜没好货。那也有比较贵的，评价很好的，但是我们又担心它海运送过来会有破损的风险，所以比较重要的家具，我们还是会选择在新加坡当地买。像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2个人都超喜欢，因为这个就是结合椅子跟柜子，这边这个椅垫，这个是可以拆下来洗的，如果脏的话，然后这边的那个柜子，你就可以回来放包包啊，或者是whatever 你想放的东西就可以放在硬的这边。我真的觉得家里面你常常会用到或是常常看到的家具，真的要多花点时间跟心思去选，因为用久，他们真的都变成你家里面的一份子，就会让你家有自己独特的那个 vibe 灵气，这样讲吗？大
家会不会觉得我连一个踩脚店都要介绍？但是我真的是我很得意的战利品，这种是酒店跟饭店比较会用的那种款式，而且它在我们家有一个代号叫做杨妹妹。我跟老师常常就会说，去换一下杨妹妹，杨妹妹脏喽，杨妹妹要洗喽。因为它就是全白的嘛，然后它的纤维是这种长毛，就那个你洗好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毛茸茸、蓬蓬的，而且吸水力超级无敌好，就是不仅有颜值，而且很好用，而且它整片是可以丢进洗衣机洗的哦，因为它其实有分2个部分，防滑在下面，然后上面就是一块布，就很像一个厚毛巾一样。这种东西啊，只要好洗好清洁，你就不会懒得常常换。L 型的沙发，它的椅背是可以这样，可以调角度，可以折起来的哦。因为现在不是比较流行矮椅背嘛，因为视觉上会比较有设计感，比较好看。但是我喜欢归喜欢，又会担心它没有支撑，坐起来不舒服。因为毕竟沙发不是拿来摆拍嘛，就是每天都要坐，一定要很实用才可以。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立即决定我要买它。然后再加上它的坐感是非常挺的那种，因为我腰不好，脊椎不好，不能坐软沙发。再来，它是人造皮的，就跟真皮比起来，价格就真的便宜太多了。因为我对于沙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每3、5年就可以换掉一个，因为不管再怎么好的沙发，你久坐、经常坐，它弹性就是会有一个寿命嘛。那所以我希望它不要太贵，那我经常换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那么心疼。而且像这个已经坐满3年，你看这边都已经破掉了，所以我就真的最近也是在找新的沙发，等我买到的时候，我就会拍 room tour 了。家里真的是不能没有它因为我们家真的灰尘好多哦，可能是因为那边还有工地，所以如果我有开窗的话，一整天下来，真的可以摸到，可以感觉到，这真的有一层灰。然后再加上我是长头发，我就是走到哪掉到哪。但是如果我每天有启动小米，就扫地机器人的话，不管是哪一排，就感觉家里基本的整洁度就可以维持住，小污垢就不会变成大污垢。而且地板也可以吸，地毯也可以吸，它还可以进去一些家具的角落头，还可以单挑一个区域去处理。而且老师是没有习惯穿室内拖鞋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家地板一脏一有灰的话，就会被它踩到沙发上、踩到地毯上、踩到床上，然后我就身上就会很痒。如果没有扫地机器人的话，就一定会常常被我骂。我真的每天不是在剪影片，就是在忙着写文，所以我一整天最常黏住的地方、黏着的地方就是这把椅子。那它是搬新家来，它不是第一张已经太不舒服，它被淘汰了。那很多人是建议我去买那种电竞椅啊，坐起来比较舒服。但我真的好像没有看过好看的，也不是说丑，就是跟我房间风格不搭。后来是看到个网红推荐 IKEA 这把椅子，然后我就赶快跑去现场试坐。那试坐之后就觉得它的弹性啊、支撑都还 OK， 它的椅背跟它的坐身都还可以再调整，然后再加上它的外形真的是我喜欢的样子，所以我就买了。用了3年哦。这么高强度的使用之下，它的状况，其实它的方方面面都还有7成新，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是值得推荐的。但其实我后来是觉得，不管再怎么厉害的椅子，你就自己还是要自己起来动一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椅子，你不要觉得你买了一把好椅子你就不动了，就是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也是我非常得意的战利品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它之前，我真的以为我们家的冷气要打掉重装了。这个冷气在我们房间里面，因为空间真的比较小嘛，你不管怎么调那个风口，它那个对流就是会打到你头上，你吹这个晚上真的会生病，所以我那时候超苦恼的。所以老师帮我找到这个冷气隔板的时候，就简直就是我的救星。因为像我们家这种小坪数的，有时候配合那个管线啊，你能放电器的位置真的很限制。像这个房间就只能放这里，不然就是放这里。但是如果冷气装在这里的话，老师那个角度是完全吹不到，它就会热死。所以我这个非常推荐给怕风或是养生的人。你们今天听到这个啵啵啵的声音，是因为它在煮热水。我喜欢它，喜欢到我还单独为它拍了一支独立的影片，
他是我们家巧家店的 VIP， 真的对 Kasha 这个有兴趣的人，我建议你去看回那支完整的使用心得影片，我放在这里。那因为我是身体很敏感，我是闻到碰到那种化学清洁剂，我都会很不舒服，会严重到有时候会真的是像神经中毒，我半边会面瘫，脸会面瘫那种严重的程度，所以老师才找了这个东西，这个高温蒸汽拖把，它其实也不只是拖把，它还可以洗厕所啊、洗炉台，我就不用用化学清洁剂了。红灯变成绿灯，就代表它的热水已经煮好了。这台不但可以清灰尘，它连油垢都可以溶解。虽然它没有到很方便啦，因为它有线啊，然后体积有点大啊，它还要等它煮热水啊。但是我就觉得为了健康非常值得，尤其是你家里面有养宠物或是小婴儿的，真的可以参考看看。那时候老师找到这一台，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老师才是真正的购物专家。我看实用东西都跟狗一样。等我找到新的沙发，我再把 room tour 补给你们好吗？我要睡觉了。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we used to be, when I think